比特币产量减半之前，价格会涨到哪一个位置？今天视频来聊一下这个话题，也就是4到5个月之前，今年的2月份左右，当时比特币价格已经是脱离了底部区间。很多空泛的朋友不信我的建议，去年的时候是希望朋友们在 20K 下方一定要重仓去抄底比特币，包括$1000左右的以太坊，因为历史上底部的经验。2020年5月份产量减半，价格已经涨到$10,000附近，实际见底的时间是在1年多以前，19年的1月份，这个位置比特币价格是在$3000，然后2015年也是一样，比特币真正的底部是在2015年的1月份，价格是在$150到$160，等到产量减半的时间，这个位置价格已经涨到$500到$600。那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到底在产量减半之前，价格有没有可能去突破这个 N 型的高位？历史有没有这种参考的知识点，以及比特币创历史新高的时间？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Pi Cycle指标。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产量减半的时间。4到5个月之前的这个位置，希望很多空方的朋友你要回头是岸，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看空这个比特币。这个趋势跟历史上的所有比特币熊市的趋势有没有参考点？这个趋势早就已经过了，在今年的1月份、2月份都已经过的时候，就跟很多人讲，比特币有可能它的底部早就已经是触底完成了。历史上比特币的底部它有可能都是会提前1年左右领先触底，然后整个价格等到产量减半的时间点，有可能价格早就已经涨上来了。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的一些经验，它价格涨到这个产量减半的位置，它前面的一波空头的走势，这边是不是一个 N 型？就是它在产量减半之前，价格可能已经开始触及这个 N 型的位置，甚至已经突破这个 N 型的位置。所以现在的一个观点，这边还有一个熊市的 N 型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在 48K。 等到产量减半之前，我的观点是不排除在明年的4月份之前，比特币价格相信是要过这个 48K 的高点。所以也是讲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当时价格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30K 31K 你现货要买，我敢大胆的跟大家讲，你可以给我继续买进去，因为历史真的有这种参考的经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5年的底部，它在熊市的一些位置，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月线里面的 N 型转折点？那它在产量减半之前2016年的7月份是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一根 K 线之前，它的价格有没有穿过这个 N 型的高位？你可以自己去计算一下，从底部到这个位置是涨了多少倍哦，我这边就不计算了。或者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2012年整个底部触底完以后，2012年的整波涨幅，从月线里面看不出这边 N 型的位置到底在哪一个位置。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产量减半的时间是在2012年的11月份。那11月份之前，这边有一根上涨的 K 线，明显的观察一下，这边感觉是不是一个 N 型的转折点？我们拉一条直线过去观察，它这个位置上影线的位置早就已经过了这个高点，所以也可以观察一下周线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N 型的转折点，在2011年的这个位置。不管你是看这个 N 型，还是看这边有一个 N 型，反正这个高点它是过了。最高的这个 N 型的位置，这个位置也是过了。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目前比特币的价格，它离这个 48K 的一个价格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你现货要买，我是不反对，因为它空间只涨了1倍。现货要买的话，我的观点是还来得及啊。就算它价格涨到 48K， 甚至过了这个历史新高，我的观点是现货要买也还是来得及。或者是我们今天也来聊一下那历史新高的一个时间，我们要怎么去判断？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Pi Cycle指标啊。历史上比特币这个Pi Cycle指标，红色的这一条线穿过绿色的这一条线，在历史上这种强烈的，也就是牛市金叉的信号，历史上只出现过
4次啊。我们可以看一下19年的时候有一次，也是这一条红色的线穿过这个绿色的线，19年金叉过一次，这是2次了。然后在更早之前是在15年的这个位置，也是红色的这条线金叉这个绿色的这条线，这是第3次。那更早之前也就3到4次啊。这个位置2012年它是没有一个金叉的信号，不过它也是一个多方排列，算是一个金叉的结构，就是红色的这一条线是在绿色的这一条线上方。所以历史的经验，只要有这种金叉的信号，一个金叉有可能持续的时间都是1年到2年甚至3年的时间。在历史上只要有这种金叉的位置，它后面创历史新高的一些位置时间有没有参考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9年的这个位置，比特币金叉的时间是在2019年的5月份，2017年的这个顶部也就是历史新高。所以从这个金叉的位置到这个位置时间是在2020年的11月份左右，时间是560天。那这个时间有没有参考性，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的底部筑底完以后，它这个位置金叉，从金叉的时间节点我们去观察历史新高的位置是在2014年的这个顶部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突破所以我们从金叉的位置可以去观察一下横过去的时间到这个位置的一个时间也是500多天，历史有高度参考性那我们去观察一下现在的一个行情什么时候可能会创历史新高。我们从这个金叉的位置你拉一个时间过去观察500多天，我们就取511天去观察一下历史新高，有可能会在2024年的7月份左右，也就是产量减半之后的1到2个月，到时候去观察一下，我估计相信应该是要创这个 69K 的新高，应该是在7月份左右所以这半年多以来也是希望朋友们20K 下方有听我建议，包括 15K 有抄底做对的多单，一定要给我抱住抱到这种创历史新高以后，后面可能会再涨个7到8个月，有没有可能昨天提到的那个观点到底是不是在2025年的3月份左右，到时候再去留意一下比特币有没有顶部的风险包括去年的时候 20K 下方抄底的一些知识也是老生常谈了，这个 Pi Cycle 指标非常的出名，只要历史上它红色的线有死叉这个绿色线的，一般也是3年或者4年左右，有可能它会出现一次死叉，也就是这个位置 20K 开始，下方有可能就是底部。因为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9年这一个红色的线死叉这个绿色的线，底部就是底部。2015年呢，比特币红色的这个线死叉这个绿色的线，底部就是底部。所以这个指标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参考性事隔4年才会有一次死叉的底部，抄底下方该抄就是要抄，甚至你要敢大胆的满仓去抄。交易就是这样子，你要看空间空间底部的位置你不满仓，等到涨上来的时候你要满仓，可能甚至去追价，有可能它会洗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产量减半的这个时间点预计产量减半的时间可能是在2024年4月24号左右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短期的技术形态上一次这个黄色的楔形看涨的形态，低点的位置是在这几个位置，也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继续给我做多那到现在利润抱在手上，也是在看上涨的目标位 32K 能不能突破，因为我计算的一个位置 32K 也是有非常重的一个屏障，前面的这个区间就是在2022年的5月份左右，这边有一个箱体的区间，高沿的位置是在 32K， 如果再上去 32K 能过 32K 过，有可能下一个目标位是在 35K 附近。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短期的均线形态这2天整理，价格昨天是继续进攻，而且是收在这个影线上方，包括这根影线也是有跟大家讲过，4个小时里面并不是一个出货的量有可能就是主力在这个位置没有空间，它要压出这种空间来洗盘。我们看量价的形态可以明显观察一下，就是这一根 K 线有跟大家讲过，它并不是一个出货的量，有可能就是主力感觉没有空间，它利用这种空间压一次来洗盘。那可以留意一下，就是昨天在拉的时候4个小时这一根 K 线
量能是已经把所有的空放量全部给盖掉，有可能就是慢牛的一个走势，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有土。